您终于回来了。公孙先生怎会焦急若此？田青来了。他回来干什么？他带来了一件东西，是重要的证据。这正是张冲的罪证。包大人，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，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。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，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，批示的是暂缓研议，签字的正是张冲。这下好了，张冲这回逃不了了。田青，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，你放心，本府绝不会饶他。谢包大人。哦，还有，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。大人，这是矿场的地形图。田青，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？不是，如果是我爹绘制的，我一定会认得。大人，这张图至少应该有100年之久，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，才能保存到现在。难道说100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？正是。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。可是令人不解的是，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？这么说来，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，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，以求确认。田青，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？没有，草民知道事关重大，不敢和任何人提起。此事必须秘而不宣，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。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，不得张扬。是。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。有了这些，他已无从抵赖。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。是。婉儿，大人请稍后，婉儿去就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。婉儿，那个玉盒是哪来的？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珍盒。这上面的图案，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。
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，应该不会错。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，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，不可能落在他手上。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。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。可是，凭柴王爷的财力，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柴王爷不会，可是别人会。在王府里头，一定有张冲的同谋。两种情形都有可能，除非张冲自己招供，否则很难查出真相。不，真相已经呼之欲出。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，却为何仍留在青州，而不逃之夭夭？他知道我们盯着他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又或者，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。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，他的官位已经不保。他之所以不逃走，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。不，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青州。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州衙，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呐。倘若本府推断不错，黄金就藏在王府之中。大人因何认为张冲会将黄金藏在王府之中呢？张冲若是早已将黄金运出青州，盗矿案发之后，势必急于出城。否则，如此庞大的财富，托付给任何人，都有监守自盗的可能。他又怎会毫不担心呢？那要是他早已把黄金藏在无人知晓的隐秘之处呢？盗采金矿志在黄金，如今矿场已被查封，而官位也已不保，以他的武功，又不难逃逸。若是他就此离去，带着黄金远走高飞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藏身？又何必冒着被擒之险而留在青州呢？大人，婉儿虽然不懂办案，却也有些疑问。既然你介入此案，有什么疑问，就尽管提出。是。婉儿不明白，如果他是因为那些黄金留在青州，怎么能判定就藏在王府呢？以他计划之周密，想必明白，一旦案发，必定会要查黄金的藏处。放眼青州城，何处不会去查，不敢去查？除了王府之外，别无他处。听小王爷的侍童说，张冲去柴府，都是和柴总管见面。对，最近他到王府的次数也明显的增加了。而且，每次都是我们施压之后立刻就去，一定是到王府找同谋之人商议对策。这个人未必就是柴。可是，王府里面这么多人，又如何查呢？查人的确不易，然而查物确实不难。20几万两黄金，
可以堆满半个仓库了。可是王府占地太大了，能藏的地方至少有30-40个，我们总不能一间一间去查，而且这样也太花时间了。不能公然一间间去查，否则对王爷又如何交代呢？大人还是确认与柴王爷无关吗？当然，王爷的人品如何，本府很清楚。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没有这个必要。既然如此，大人是否先抓张冲？根据现在的证据，他是无法抵赖的。大人，属下也绝对有把握，可以把张冲擒获。问题不在于此。倘若张冲不肯供出实情，不但黄金追不回来，就连那与他串通合谋之人也会逍遥法外。还是要锁定王府追查才行啊。然而，碍于对柴王爷的交代，又如何查呢？那就只有再做斟酌，详加演绎了。大人的意思，暂时不打算拘捕张冲吗？不错，一旦查出黄金下落，或是同谋之人，就是将他拘捕归案之时。玉儿，父王已经向包大人提过了，他会去问慕容姑娘的意思，明天一定会有回复。父王，恐怕答案不如预期。哦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就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大人，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，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，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，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。不错，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，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？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，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，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。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。还不能肯定，王府太大，房间太多，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。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，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。不可，王府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，外人不经允许，根本不准擅入。大人乃是奉旨钦差，依法当然可以进去。话虽如此，在未能确定之前，就贸然逐间去搜，并不妥当。若是能够搜出，尚且罢了；若是查不出，非但对王爷无法交代，甚至可能惊动他们将黄金撤走。如此一来，此案岂不是追不下去？大人，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？这样恐怕不妥吧？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，王府之中房舍极多，
若是趁夜去查，至少要10天半个月，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？没错，除非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，或许更有可能。那就逐一排除不可能藏匿之处。公孙先生，倘若是你，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？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，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，以免让他发现。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。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，必须隐蔽遮盖，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。因此，守卫多寡、房间大小、隐秘与否，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。好，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，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，依此方向仔细观察，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。师叔，我到房里找不到你，原来你在这里呀。房里有点闷，我想出来透透气。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，让师叔问你一件事。要问婉儿什么事？这件事有点冒昧，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，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。师叔请讲。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。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，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，不必有所顾忌。师叔应该知道婉儿的答案。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，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3分。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。师叔请大人回复王爷，婉儿福薄，无缘高攀。你确定？婉儿确定。好吧，师叔会向大人禀报。多谢师叔。那婉儿先回房去了。
他还是拒绝了。是。倘若如公孙先生所言，既然他对柴玉也有好感，为何却非拒绝不可呢？大人，婉儿为了继承父业，曾经立誓，将终生奉献于玄壶济世。他是不可能改变心意的。也罢，既然这是他自己做下的决定，本府明日也只好照实回复王爷。哦，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。王爷，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。唉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，只是玉儿恐怕……小王爷胸襟开阔，想必能够自处。唉，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？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。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？依婉儿推断，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1年。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？婉儿说过，只是奉旨来青州，而不会久居不去。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？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人各有志。小王爷，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？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王对他的请求？说了。我想知道你的答案。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。小王爷，请把大夫请过来。也早已下定决心，终生不娶。凭父王的名望，王爷府的地位，其实我要娶妻，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。可是，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，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。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，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。就因为我是小王爷，可是我心里很清楚，我这一辈子将会是残废。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，只要心中坦荡，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？更何况，据我所知，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。我只是
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。那不是羞耻。父子的亲情，无论你的状况如何，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。但是，我不能坐视不理。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？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？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，只是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，完成我爹的遗志，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。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，违背我自己的誓言。可是，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谊？只不过，婉儿福薄，和小王爷无缘罢了。婉儿，如果你嫁给我之后，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，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。嫁入王府之后，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？就算你同意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做。心甘情愿地嫁为人妇，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，我宁可选择后者。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，你会怎么样？你是宫中的司要女官，你敢抗旨不遵吗？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。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，我一定不会快乐。即使我奉旨而嫁，小王爷娶回府中的，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。这个库房是放什么的？文物库房。哦，那一定很贵重。是啊。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柴总管不准接近。你们也是卫士的，为何他们能去，你们却不能？他们只属柴总管管辖。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，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好，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。是。王爷，大人，怎么今天不下棋了？啊，包大人不太舒服，本王就算胜了，也是胜之不武啊。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，绝不占人便宜。包大人，回驿馆去休息，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。不，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。怎么，2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？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，岂能轻易看遍？那好，那就随时再来。本王说过，本府上下
凭你随便看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包拯告退。包大人，请。是。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？回总管、库房哪间库房？都看了，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？也看了。他昨天看了，为什么今天还看？他问库房里有什么？大夫，现在开始，再隔2个时辰，就可以施第2次针了。每天只要2次就行。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，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，我在旁边说明就行。明天开始，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。小王爷，你现在可以休息2个时辰，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。婉儿告退。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本府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，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，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。大人，婉儿自有主见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。公孙先生，婉儿姑娘有什么事？那是婉儿的私事，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。今日在王府之中，可曾看出什么端倪？大人，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。话虽如此，还是要眼见为凭。属下晚上再探王府，设法把证据带回。启禀大人，什么事啊？张冲又进了王爷府。他又去了王府。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。大人，属下马上过去看看。字画儿，字画儿，100两，100两。过来。这2天都给我盯紧点，别马上不能松人，有事及时联络。父王，您找我？啊，玉儿啊，
包大人已经回话了。我已经知道答案了。怎么？你知道了？婉儿，她亲口跟我说了。玉儿，父王您放心，我没事。玉儿，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。婉儿，她就是最好的。可是，父王您放心，虽然婉儿拒绝了我，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，她已经接受了我，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回去了。